2024年。咁最近咧，台灣網紅咧波特王咧就拍咗影片，就指出咧有10組台灣嘅YouTuber。就接受大陸嘅邀請，會翻大陸咧，名為文化旅遊，實際上就係統戰嘅活動啊！咁呢個咧變成台灣咧有獵巫啊，唔單止係獵巫同埋反獵巫都有，譬如話中天新聞亦都一連串嘅影片就指翻咧波特王以前自己都係大陸做生意啦，喺大陸咧拍影片啦，大陸旅遊喎，你點可以只許州官放火就不許百姓點燈呢？你自己就喺大陸賺飽啦，然後咧就而家話獵巫啦，話而家啲年輕嘅 YouTuber 啦，自己又翻大陸拍片喎。嗱咁坦白講啊，我睇嗰啲台灣網紅翻大陸拍片啊，佢哋講到好似好新奇咁樣喎啊 5G 啊，無人駕駛啊，無人的士啊，而家大陸啊，深圳都興起無人的士啦，北京又有無人的士咯咁然後仲有好多譬如話支付工具啊咁呢方面咧。高鐵啊，大陸好似好先進啊，最重要就係建築啊，去到上海咧見到哇喺浦東或者喺呢個黃埔灘望起上嚟嘅上海美輪美奐咁喎，同台灣嘅建築破落咧形成一個強烈嘅反差。咁好坦白講啊，我自己喺台灣咧，同埋喺大陸咧有工作過有生活過，我自己認同部分事實。台灣咧嗰啲生活咧好似真係喺90年代咁樣嘅，譬如話佢哋啲人仲係揸電單車揸機車啦。咁出到街上邊咧 5G 網絡咧又唔係好暢順，咁又有呢個全世界最厲害嘅 GPU 啦 ，AI 都要依賴英達偉嘅生產啦，但係自己真係國內咧島內咧又唔係好理想喎，譬如話嗰啲 app 啦，好唔人工智能喎，喺台灣開銀行戶口咧好唔方便嘅，仲要印章嘅，排隊排幾個鐘頭。我喺英國10年前開銀行戶口都已經用手提電話無線上網。全部搞掂晒啦！而家英國開銀行戶口，開咩銀行戶口？開匯豐啊，開其他百克萊啊，銀行戶口都用手機可以開到晒啦。咁點解台灣仲要咁複雜呢？仲要咁多人手呢？去寄信又係咁寄信呢？而家我哋喺英國寄信呢就好方便噶，用一個 app DHL 用或者呢個嘅皇家郵政就可以呢，有人上門收郵件噶啦一個 app 可以追蹤晒幾時送到嚟。咁但係台灣咧，似乎咧呢方面咧真係唔係咁理想喎。我有時喺台灣訂書訂博客來都唔知有幾多日寄嚟咁各方面咧做咧都唔係好先進，好似咧就係對岸咧喺21世紀嘅城市，喺台灣咧好似真係20世紀咁樣喎。咁呢個無疑部分係事實，但係咧台灣嘅網紅咧好多就放大咗呢個事實，因為大陸好大噶嘛，上海好大噶嘛，深圳好大噶嘛，深圳你淨係拍南山區。係咪？廣州你淨係拍天河區，咁你梗係靚噶。咁但係仲有其他地方呢？哇！嗰啲拆遷戶、釘子戶嘅地方你又唔影咩？事實上咧，呢啲只係部分嘅事實，唔係事實嘅全部。咁但係呢，人生在世除咗話嗰啲好美麗嘅建築摩天大廈無人駕駛但係住一個地方最實際考慮係咩？就係衣食住行啦。住一個地方最實際考慮嘅就係年老嘅時候有冇人養老，政府會唔會幫你養老？住一個地方最實際嘅就係有病有冇醫生睇？住一個地方最實際嘅就係仔女嘅教育是否恰當？各方面嘅比較咧，呢啲先係實際嘅。所以我今日咧就係正係因為台灣好多網紅就比較上海同台灣咁厲害喎。上海係中國最繁華嘅城市喎，台灣咧好似真係好落後。其實上海同台灣嘅人口咧好接近嘅。咁我哋今日咧做咗一個 PowerPoint 咧，去同大家比較，到底台灣係咪不如上海呢？事實係如何呢？咁因為咧我睇到咧，哇有報道即係大陸咧有啲網民咧又反羨慕翻台灣。台灣人咧有唔少羨慕大陸，但係大陸嘅人咧亦都有唔少羨慕台灣喎。呢個真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或者可以通俗啲咁講啦，飯嘅就係隔離鄉嘅，老婆嘅就係人哋好嘅。大陸網民咧有啲羨慕話，台灣同上海人口差唔多，都係2400萬啦。但係台灣竟然用4800億嘅財政收入，完全解決咗全民醫療啦、全民免費教育啦，同埋咧全民免費養老喎。上海嘅財政收入咧就6400億，上海市民享受啲乜嘢？其實呢個圖咧係好多年前㗎啦，因為而家實際嘅數據就唔係咁。我就考察咗咧上海嘅市政府嘅財政公布同埋台灣嘅一個財政公布，就係比較咗兩地嗰個分別。兩地嘅分別咩？上海市2023年嗰個收入係幾多呢？以呢個嘅最新資料計就係8132.5億，
話有8000幾億，但係佢撥去呢個嘅醫療開支咧，一成多啲，81.74億。咁當然啦，你話撥去，因為佢呢個係佢個公共財政收入咧10零個 percent 啦，就擺咗入去。咁但係大家知道喎，有一個最大嘅分別喺邊度啊？最大嘅分別就係上海係要拎50%嘅財政收入咧，係上繳中央嘅。咁所以台灣人民咧，佢哋無論你係邊度交稅，喺澎湖交稅，喺馬祖交稅，喺台灣交稅，你都要上繳中央。但係咧，你分發翻嚟咧，都仲係台灣嘅人民。佢最多有部分可能俾金門馬祖啊咁，但係金門馬祖人口少啊嘛，所以咧台灣嘅優勢就係咧，佢哋嘅稅收當然啦就要撥入國防噶，因為台灣係有國軍噶嘛，要撥入國防，撥完入國防之後咧，大部分嘅稅收咧都係用翻喺台灣本島同埋外島嘅人民身上。咁所以咧，上海就唔同啦，因為上海北上廣深呢啲係財政大戶嚟嘅，佢就係要透過50%嘅財政上繳，然後咧就要補貼，譬如話新疆啊、甘肅啊、內蒙啊、山西啊、貴州啊、西藏啊呢啲咧，相對經濟冇咁發達嘅地方。咁所以中國咧，佢就係一個大一統嘅國家，大一統國家咧就需要補貼嘅喎。如果你唔補貼嘅話咧，地方咧就好窮啦，好似明朝咁樣，沿海就好有錢啦。沿海咧就係能夠負擔到咧中央政府嘅加派加稅，因為當時咧晚明政府咧就不斷咧有開支，就係要打遼東半島，所以搞遼餉喎，咁我咪徵收遼餉咯。沿海嗰啲人咧係交得出遼餉嘅，因為佢哋富裕啦，田野亦都豐沃啦，呢個湖廣屬天下足，蘇常屬天下足，所以咧喺沿海或者係呢個華中咧都冇問題。但係去到陝西、去到四川、去到呢個內陸地區就唔同啦。咁咧你叫佢哋交遼餉咯，佢哋就好痛苦啊。結果佢哋造反咯，造反咧明朝政府咧又要打佢哋，所以咧又要繳餉，又要練兵，又要練餉，越加稅佢哋越造反。大一統社會咧就係要不斷用有錢嘅地區去補貼一啲窮嘅地區，呢個就係大一統咧嗰個顯而易見嘅財政弊端啦。如果你做得唔平衡，窮人咧就會造反，就會推翻到有錢人嘅生活咯。咁但係如果你要平衡啦，就要將有錢人嘅錢咧不斷咁灌入去窮人度，結果有錢人咧，所謂有錢人咧都係較有錢嘅啫，就永遠做唔到真正嘅有錢人喎。永遠喺中等收入嘅社會裏邊或者富裕社會嘅初階打滾，因為佢冇辦法做到咧大量嘅財政累積喎。呢個就係嗰個困局啦。咁所以咧，我哋從呢個數據去睇咧，你係見到咧上海1成幾嘅開支，即係收入比例就俾咗呢個嘅醫療，所以其實好少嘅啫。如果你再咁睇咧，就係哇，台灣又唔同啦。台灣咧就如果計翻人民幣就7567億，3.2中國嘅傳統嗰個億咧個概念係唔同啊。咁好啦，然後咧台灣嗰個健保啊，全民健保啊，佔嗰個財政開支咧就2530億，好明顯就係高好多啦。咁高咁多嘅時期咧，你就睇到啦。上海再睇睇2023年嘅收入啦，8000幾億，2023年嘅醫療支出800幾億，但係咧佢個 GDP 咧有4萬幾億嘅，4萬幾億。咁好啦，再計一計條數啊，佢個稅收係佔咗 GDP 嘅18.2%。但係咧，佢嘅醫療開支咧，只係佔咗整個 GDP 嘅1.98%， 2% 都唔夠俾入去呢個嘅醫療。咁所以可以解釋到咧，點解上海嗰啲科技咁發達啦？係咪啊？就係抽起啲醫療嘅錢，就可以投資啲基建啦，搞 5G 啦，搞呢個嘅大型嘅公共交通網絡咯，搞機場可以搞到美輪美奐啦，起好多高樓大廈就得。最緊要就係可以創新科技喎，投資好多錢落創新科技度，因為咧佢係佔醫療個比例只係得1.98%，呢個非常之少。台灣咧同樣一條數啦，你睇佢個財政收入咧就佔咗20%，其實台灣個稅咧仲高過上海喎，上海係佔18點幾喎個財政收入佔個 GDP 而台灣係仲高1點幾%，所以台灣個稅收略係高過呢個上海嘅，唔係純粹講稅收，仲要計埋健保啦，大陸叫五險一金啦咁嘅情況。咁好啦，台灣嘅2023年醫療嘅支出佔 GDP 係6.71%，上海係不足2%，因為佢要一半首先要交俾中央。好，我當你嗰一半如果唔交俾中央，全部係自己嘅，咁咧假設係1倍咁增長，咁咧上海嗰個醫療咧
都係3.幾% 啫嘛。嗱，即係完全追唔到呢個嘅台灣嘅噸位喎，因為台灣係6.71啊。即使上海我當佢乘多1倍，都追唔到台灣噸位。個原理就係因為佢哋似乎真係唔係好重視醫療，而大家知道啦，喺上海打工嗰啲人，咁當然佢哋有醫保啦，但係外地人去上海咧咁啊或者係上海嘅外省勞工啦，佢哋嗰個無論係醫保還是係教育咧，都唔係話太理想嘅情況嘅喎。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咧，你就可以解釋到啦，就因為上海市政府佢唔係好重視上海人嘅醫療福利咯咁啊點解唔係好重視啊？咪又係大一統嘅問題咯。呢個可以完全解釋到啦。好，再比較埋其他嘅支出咯。其他嘅支出咧，教育支出佔 GDP 咧，台灣係4.2%，上海係2.25%，可以解釋到啦。台灣嘅教育嘅資源咧就相對比上海豐富好多啦。咁啊，當然上海有錢咧，你就可以讀好多私校嘅，好多國際學校或者好多咧早10年8年咧英國啊同埋美國咧開嗰啲國際學校，但係近年咧嗰啲國際學校咧經營環境好困難啦，因為都要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啊嘛。好啦，台灣嘅養老咧係佔7.5%，上海個養老佔5%，呢度似乎睇落去差唔多。可能咧如果計埋嗰個一半上繳中央咧，上海嗰個養老比例係可能會高一啲㗎咁啊，但係台灣咧個養老比例咧佔 GDP 咧都7.5嘅，咁所以兩個可能都差唔多啦咁啊，但係教育咧、醫療咧同埋呢個嘅醫保3方面咧養老，咁啊台灣咧似乎都係略勝一籌，背後原因咧就係因為大一統問題啦。咁因為台灣咧係一個割據政府啊嘛中華民國政府即係佢係一個現實上係一個割據政府。割據政府佢唔完全係一個流亡政府啊，流亡政府好似西藏流亡政府咁，流亡咗去外國可能冇自己領土嘅。台灣咧就有自己領土嘅，中華民國政府有台澎金馬太平島東沙，咁啊有呢啲嘅地方所屬嘅實際控制，咁所以佢係一個割據政權嚟噶咁啊所以佢哋嘅福利咧就用翻喺自己管轄地區，而自己管轄地區嘅貧富懸殊咧相對唔係差太遠。其實當然啦，金門同埋台灣台北咁梗係差得遠啦，但金門馬祖人口咧相對係較少，咁所以佢係大部分嘅資源咧能夠用得其所。呢個就好似老子所講啊，老子就講咩？小國寡民啊，使有18之器而不用即係唔需要花費好多嘅。因為咧，雖然你就話上海要上繳50% 啫，但係台灣一樣有軍費喎，一樣要同美國購買武器喎，一樣要養佢自己嘅軍隊喎。呢樣嘢咧就係即係可以係台灣同埋上海啦，各有自己嘅負擔㗎。咁但係明顯咧就係因為佢係個小國寡民，大家都係2300幾萬人口，但係上海就要供養埋咧其他內陸城市一啲相對較冇咁富裕嘅社會。咁點解中國人咁迷戀大一統呢？其實今日想處理呢個問題個原因呢，就係我認為係同嗰個交易成本係有關係嘅。點解可以咁講呢？因為歐洲咧，歐洲人就唔係好崇尚呢個嘅大一統啦。歐洲咧就有即係數十個國家係咪？歐盟都20幾個國家啦。咁啊，點解歐洲唔係咁重視大一統呢？大家都係差唔多面積嘅土地嚟嘅啫。咁啊，以前羅馬帝國嘗試建立一個較大嘅統一國家啦，但係都唔係中國所理解大一統嘅。羅馬都係俾地方總督去包稅嘅，做包稅主嘅啫嘛。咁啊，其實中央唔係直接控制嘅。咁啊，而呢個拿破崙又嘗試建立一個相對大一統啦，亦都唔係好似中國嗰種咧數語六合建立郡縣嗰種模式嘅。點解咧？我認為個原因就係因為咧同西方咧個宗教係有關係嘅，因為西方咧係有神權社會，無論係猶太教還是係呢個嘅基督教咁好長時期咧都有一種神權嘅思想，而神權思想咧就有一個長久以嚟一個宗教體系凝聚大家。所以喺中古時期咧，雖然咧歐洲咧有好多城邦，但係咧都係隸屬於呢個神聖羅馬帝國或者梵蒂岡或者係呢個東羅馬。咁啊，所以喺歐洲咧，大家都係有神有宗教嘅控制底下咧，大家對大一統嘅需求咧冇咁急切。因為如果城邦與城邦之間有紛爭咧，一係就係自己私下解決啦，大家都係神嘅兒女。如果唔得嘅，打仗咧規模都係較少嘅。如果再唔得嘅，就會拎上去教廷度啦，由教廷咧去仲裁。咁所以咧有一個宗教咧就可以咧
令到嗰個歐洲城邦之間嘅紛爭咧，相對嚟講會減少，減低咗咧城邦與城邦之間嘅鬥爭嘅成本啊，就係有呢個宗教做裁判喎。咁啊，但係中國冇啦，中國咧係一個實用主義嘅社會嚟㗎嘛，佢唔重視宗教，即使有佛教有道教，但係咧就冇好似梵蒂岡、冇東羅馬帝國或者冇呢個神聖羅馬帝國嗰種咧咁有權威性喎。咁啊，英國嘅皇帝亨利八世啊，離唔離婚啊都要聽呢個嘅教廷嘅面色係咪？要睇教廷嘅面色，最後佢忍唔住啦，然後就要建立呢個嘅 Church of England 用呢個新教咧去反翻呢個嘅天主教嘅控制。咁所以西方咧始終都有一個凝聚感喺裏邊，但係中國咧就冇凝聚感，所以咧遇到矛盾嘅時候，嗰個不斷擴大喎。戰爭就會越嚟越嚴重啦，越嚟越惡化，打親咧都幾十萬人死嘅。長平之戰又慳殺幾十萬人，係嘛？項羽又係慳殺秦兵，然後咧又打仗不斷咁80萬大軍南征西征咁又出現咗歷史上無數呢啲咁嘅情況，大家冇一個統一性，咁所以唯一嘅方法就係點咧？要戰爭，最後咧維持一個大一統嘅社會。如果唔係一個大一統社會嘅話咧，一個長江一個黃河。上游閘住咗下游嘅水，或者毒死晒佢嘅魚，或者缺堤令到下邊咧係崩堤，咁咧你就死傷慘重噶咯。所以佢就要想辦法建立一個大一統嘅帝國，就係減低咗咧地方與地方之間嘅紛爭。當然都有啦，好似廣東咁，近代有土客大械鬥，死傷數十萬人嘅，都一樣有咁但係相對嚟講，一個王朝200幾年佢紛爭嘅時間咧，所謂治亂興衰，通常都係最後幾十年先比較嚴重。喺前面嗰200幾年平均200幾年一個王朝，喺前面嗰100幾年咧，相對嚟講嘅紛爭咧，就規模係較細嘅，就係利用大一統去減低嘅交易成本。咁咧佢個好處咧，社會出現一個超穩定結構，但係佢唔好處咧就犧牲咗咧地方嘅人民嘅利益啦。有錢嘅人、中產嘅人，佢就冇辦法啦。將佢哋自己揾翻嚟嘅錢用翻喺自己嘅社會，用翻喺自己嗰個社區裏邊，佢就要攞佢哋嘅錢去分配俾其他一啲較窮嘅地方，而且咧因為大一統嘛，就要做啲偉大嘅工程，起長城修運河係咪啊？起棧道經常要搞呢啲嘢嘅，所以咧人民嘅收入咧經常就會俾政府咧去收稅啦。咁唔單止係收稅仲有貪污腐敗咧，因為層層經過嘛。啲錢由地方上到中央，層層咧都有即係貪污呢個火耗歸公就必然係咁樣噶啦。雍正皇帝又諗到火耗歸公去杜絕貪污，因為咧唔係火耗歸公咧，佢就話運啲銀上去咧會互相撞咗撞嘅時候咧就會磨蝕，即係呢個官方皇宮裏邊啲人就唔識呢啲嘢噶嘛，以為真係真嘅啦，其實咧磨蝕係有嘅，但係比例唔係好高，大部分都係俾人貪污貪咗佢。咁所以呢個就係出現咗個問題。咁去到現代社會，頭先所講嘅交易成本咧，其實可以用 AI 用大數據慢慢可以減低。所以喺現代社會咧，越嚟越近代咧，隨住工業化、個人主義嘅抬頭，或者係國際組織嘅興起，大一統嘅需求咧係不斷減低咗嘅。近呢100-200年啦，咁我相信咧未來咧喺呢個嘅 AI 嘅時代咧，大一統嘅需求咧就會越嚟越減低，因為人與人之間嘅摩擦戰爭咧，相對比以前咧就會小規模。而家俄烏戰爭、以巴戰爭、以哈戰爭個規模比起幾十年前都不能同日而語啦。當然都係悲慘嘅，但係比起以前喺冷戰嘅時期、韓戰越戰再比起一次世界大戰、二次世界大戰咧，相對嚟講個規模咧就較少啦。因為現代人個工具咧係豐富咗。鬥爭嘅工具除咗戰爭之外，仲有金融各方面。咁所以咧，台灣模式就係小國寡民模式。佢個好處就係人民咧生活得相對富足但係又唔會好偉大。當然啦，個唔好處咧就係顯然易見嘅。如果有一日咧，因為佢嘅軍備有限如果對方咧就攻入嚟，好似馬來西亞，如果有一日要攻入新加坡，新加坡都冇抵抗之力㗎。所以佢唯一嘅方法咧就要游走於列強之間啦。新加坡喺獨立嘅時期，咪就係要想辦法挽留英軍駐守咯，然後就要同呢個嘅台灣或者同以色列合作咯，做呢個嘅軍事嘅訓練咯，所以就要游走於大國之間，原來長期就要靠攏美國呢個新加坡模式啊嘛。咁台灣喺1949年之後咧，就要透過呢個美國嘅保護，呢個所謂嘅中美防衛條約，去到79年之後咧，就變成咗呢個嘅美台關係法，就要保護啦。咁所以台灣人有啲人咧就好憎美國又話美國係呃錢逼佢賣武器，就係未於歷史嘅形勢，
亦都唔明白啦，所謂小國寡民咧嗰種必須要依賴列強咧嗰種嘅制約性。如果唔係呢啲咁嘅制約咧，台灣人咧就唔會有享有如此嘅教育啦，如此嘅養老同埋如此嘅呢個醫療啦。但係仍然當然都好多人投訴嘅，就係身在福中不知福。Anyway， 今日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喜歡我今日嘅分析。俾個 like、subscribe、share 或者可以 share 俾你嘅朋友有台灣嘅朋友或者新加坡或者馬來西亞朋友，可能咧都會喺呢段影片裏邊咧獲得一點點嘅知識。如果你認同嘅話咧，請大家俾個 like。收費平台 Patreon 咧仲有獨家嘅參考資料啦，文字摘要聲音檔。啱啱呢個星期咧上咗呢個中國近代史課，講咗中國共產黨嘅成立啦。咁所以15蚊美元嘅會員咧就可以重溫嘅。如果你未 join嘅，可以考慮 join 15蚊美元呢個 plan， 年費訂閱咧仲有 discount。拜拜。